港圈为什么集体认可程毅？聊聊背后那个被低估的选择。这部剧能看到程毅的腹肌，这句话是这部戏的编剧自己说的。港媒那边更直接，整版报道里甩出一句，程毅操的一身暴肌，配上棱角分明的肌肉照，那个力量感，那个视觉冲击，直接拉满。说实话，那天我刷到这条的时候，本来在等外卖，结果外卖都凉了，我还在那儿盯着手机看。但你猜怎么着？我盯的压根不是那张肌肉照，我盯的是同一篇报道里被绝大多数人一眼划过去的另外几行字。今天这期咱们就慢慢聊。我发现一个事儿，这事儿越想越有意思，所有人都在聊他的身材，可真正能解释程毅这步棋的东西根本就不在身材上。行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咱们一层一层往里包。先说你能看到的那一层，也就是这件事本身。程毅有一部新剧叫《受谎》，港媒最近集中报道，暂定6月23日在香港开机。注意啊，是暂定，一切以官方最终公告为准，这个我得先把话说清楚，免得回头有出入。这部戏18集，走的是港风悬疑路线。那班底有多狠呢？导演是陆建清，拍《寒战》那位，金像奖是拿过的。而且这部戏还是曾志伟离开 TVB 之后亲自筹备的一部创业作品，分量不一样。演员阵容那边，梁家辉、袁咏仪、莫文蔚，一众香港殿堂级的实力派重磅加盟。你单看这个名单就知道这不是一般的项目。最魔幻的是什么？这剧还没开机呢，就已经先拿了个最具期待作品。你品品，一部还没开拍的戏，先把奖给领了。这种事儿本身就说明了点东西。而且划重点啊，目前这部戏的核心主演官宣的就程毅一个人，一个人撑起这么大一个盘子的预约量和讨论度。这就是你能看到的最表面的那一层，豪华班底，港风悬疑，未开机先获奖。听起来已经够热闹了，对吧？但拉回来，热闹永远只是表面。来到第二层，媒体没怎么告诉你的那一层，你回头去看港媒那些标题，暴击、腹肌、期待身材名场面，翻译成人话就是他们找了一个最抓眼球的角度。这是媒体的角度啊，不是这件事的全部。我没有说人家报道不对的意思，娱乐新闻嘛，要的就是这个反差和冲击，可以理解。但问题是，你要是只看标题，你会漏掉真正值钱的那部分信息。真正藏在报道里头的是什么？是程毅为了这个角色提前奔赴当地筹备拍摄，一边苦练格斗动作，一边打磨粤语台词，每周还固定跟着武术指导，反反复复的练拳脚。你看明白了没有？所谓的暴击、腹肌，它根本就不是这件事的目的，它是一个结果，是他为了把打戏拍好，长期体能特训，顺带练出来的副产品。火候这个东西是急不来的，慢工才出细活。媒体的镜头拍到的是那一块肌肉，而我看到的是那块肌肉背后那一整段没人替他吃的苦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我得单拎出来说，粤语。我自己学过一点点粤语，所以我太知道那个难度了。一个普通话母语的演员要在镜头前把粤语台词说到能过关，还得稳稳接住港圈这帮老戏骨的戏，这个挑战是实打实的高，不是随便糊弄两句能蒙混过去的。他愿意提前去磨这个台词，练这个功夫，这种笨功夫恰恰是 showbiz 里最不容易作假的东西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老粉应该都记得，程毅这些年其实一直是这么个闷头练，不爱营销，靠作品说话的路子。这一次还是一样。好，重点来了。第三层才是我今天真正想聊的，他到底在赌什么？你想想看啊，程毅是靠什么深入人心的？古装。古装这一块是他真正意义上的舒适区，市场认他，观众认他，号召力明明白白摆在那儿。一个演员走到这个位置，最安全、最省心的选择是什么？就是接着拍古装，稳稳当当的一步接一步收着。可他偏不，他果断地跳了出来，跑去香港，去挑战一个时装的、
悬疑的，还得说粤语的题材。这每一个标签，对一个古装出身的内地演员来说，都是陌生水域，都是要重新学游泳的地方。我跟你讲，这个选择在我看来，真不是一时冲动，是判断。啊，对了，我得先插一句背景，不然你可能听不懂这部棋到底有多关键。这2年整个市场什么环境，演员们都在卷转型，谁都明白光靠一个戏路是走不远的，可真正赶在事业最高位上，主动去啃一块全新硬骨头的，掰着手指头数都没几个。大多数人是等到舒适区不灵了，被市场推着走，那叫被迫调整，而在最稳的时候主动出击的，那才叫布局。行，现在咱们回到他身上，程毅这一步走的就是长远布局，能跟梁家辉、莫文蔚这种前辈同台飙戏，你哪怕只是站在他们旁边，那个段位的浸泡本身就是养分。这不是接一部戏那么简单的事，这是实实在在地把自己的天花板往上又抬高了一格。那当然，有人可能会担心，就官宣他一个核心主演，会不会风险太大，扛不扛得住？我特别理解这个担心。但你换个角度想，这么大一个盘子，敢在只官宣他一个人的情况下就推出去，恰恰说明是片方对他的号召力心里有底，才敢这么排。懂行的都知道，一个项目能不能立得住，从来不是一个演员单方面能左右的。片方愿意把这个最核心的位置交到他手上，这本身就是一张沉甸甸的信任票。作为他的粉丝，我当然打心底里希望这部戏能大爆，但客观地说，就算你把粉丝滤镜整个摘掉，这部棋的逻辑也是立得住的。我追他这么多年，真不是因为盲目，是因为我看到了他身上那股不安于现状的劲儿，那股劲儿，别人不一定看得到。最后一层，这件事往大了说，到底意味着什么？香港媒体这一次整版的报道，毫不吝啬溢美之词，光是这个态度本身，就能看出港圈对程毅是真的认可，真的接纳。一个内地演员能让对岸的影视圈这么郑重其事地张开双臂，这个分量不轻。我不敢把话说满，说这部戏就一定成，跨地合作的变量实在太多了。我个人是倾向乐观的，但绝不绝对。可至少有人敢去试，敢站在这么高、这么显眼的位置上去试，这件事本身就值得被好好看见。行，咱们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。开头我说，所有人都在盯着能不能看到腹肌。现在你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从一开始就盯着另外那行字了。真正值得期待的，从来都不是镜头里那几秒钟的身材名场面，而是他这一步从舒适区里主动往外走的棋，到底能不能走通？那几秒身材是港媒抛给你的诱饵，而这一整步棋才是程毅给他自己写下的答案。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，就是那种看着一个人不声不响，一点一点往上走，到了某个时刻，你突然一抬头，发现他已经稳稳地站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上。那种踏实，比任何一条热搜都让人安心。时间会证明的。这期咱们就先聊到这儿，寿晃要是顺利开机，到时候咱们再回来好好的拆它。